师妹，你可真狠心啊！居然把陈凡那小子骗进了妖兽山脉。有了火阳灵液，连雪就会答应嫁给我了。那里遍地妖兽，那个废材估计已经被吃得连渣都不剩了。师兄，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呀！你的烈阳剑法不是还差火阳灵液才能炼制大成吗？你们欺人太甚！陈凡，你这个废材居然还能活着回来！我一心对你，为了你可以连命都不顾，可你竟然一直在骗我！若不是皇甫师兄说你身上有上古吊坠，可能会是皇族后裔，我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我倾慕的人一直都是皇甫师兄，他可是拥有5品血脉的天才，而你只是一个没有血脉的废材，怎能配得上我？哼，只怪我看走了眼。你这个绝世废柴，哪会有什么皇室传承？你若拿到火阳灵液了，就识相交出来，我饶你一条狗命，让你活着滚出轩辕剑派！别做梦了！我拼了命才拿回来的东西，怎会便宜你们这对狗男女？找死！一个连灵窍都没有开启的废材，还是省省力气吧，让我一拳把你彻底变成废人！炎龙拳！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在我眼里，他和你一样都是垃圾。师兄，你的火阳灵液。我的好师妹，师兄待会儿一定好好补偿你这么久的辛劳。钱三、赵四，把这个废材给我抬到后山埋了。是。别让他妨碍我和小师妹亲热。讨厌！给我下去！明天就是开窍大会了。皇甫师兄居然还让我俩浪费时间在这个废材身上，还好我已经开了2个灵窍，明天定能惊艳四座。赶紧挖完回去修炼。若我神级血脉还在，就不会沦落至此。娘，孩儿不能给你报仇了。古武者，你终于来了。此乃上古至宝轮回塔，吾为残魂。数万年过去了，终于让吾在消散前再次见到了一名古武者。我是古武者，可我连血脉都没有。数万年前，天道崩塌，古武者纷纷陨灭。从此以后，武道修行，血脉为王。唯有古武者不受血脉影响，能以至纯至坚的武道之心成为武帝强者，也唯有古武者血脉方能唤醒轮回塔。难道废武血脉也能成为武帝强者？塔中100年，人间一瞬息。一颗下品灵石可催动此塔1年，中品灵石可催动10年。吾已用最后的灵力替你疗伤，再留下10颗中品灵石，助你在此修炼100年。往后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的造化。看来武道之路终究还是得要靠自己。没了神级血脉后，我连最低阶的人阶下品功法都修炼不了。现在我有100年的时间，我就不信这样还练不成。花了整整50年时间，终于将猛虎拳修炼至圆满。接下来就是灵猫步。就算我是万古第一废材又如何？只要我用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去修炼，总有一天能修至大成。
报仇雪恨。三皇子，上古之宝轮回塔现世了，就在苍云国。是谁唤醒了轮回塔？尽快确认它的所在。诈尸了！谁诈尸了？说什么胡话？坑挖好了，去看看陈帆那小子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这小子来轩辕剑派也快1年了，居然还在练入门的人阶下品武技，可真够废的。这玩意儿估计还能卖点钱。你明明已经被皇甫师兄打断了全身经脉，怎么没死啊？命还挺硬。前3赵4，你们往日仗着皇甫少智欺我辱我，今日我要让你们一并还回来。我们可都是1品武师的修为，一个连灵窍都没开的废材还敢叫嚣？你那吊坠就当做让你再死一次的上路费吧。想要就自己来拿。找死！一个没踏入武道的凡夫，怎么能躲过1品武师的一击？谁告诉你们，我还只是个没踏入武道的凡夫？你之前明明只是个连猛虎拳都无法修炼入门的废材，怎么一瞬间像变了个人一样？你到底是人是鬼？陈帆，你想干什么？你敢动我们，皇甫师兄不会放过你的。是吗？我正好也没打算放过他。塔中100年不仅让我将猛虎拳和灵猫步修至圆满，还让我开了7个灵窍，修为也直接提升到了3品武师境界。只可惜塔灵留下的灵石都被我用完了。对了，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灵石。这几个下品灵石加起来只能催动出轮回塔几个月时间，光是2门人阶低阶心法就让我花了100年去修炼。看来以后要多想办法去积攒灵石了。什么声音？你区区一个5品武师之境，竟敢不知死活，潜入我们轩辕剑派，报上名来！小美人，我聂留香辛辛苦苦潜入，还不是为了你这个轩辕剑派圣女？你真不愧是苍云国第1美女，果然是绝色天香啊！不枉我在你闭关之所苦等了这么久。她竟是苍云国圣女南宫离。花大盗聂留香，你这个淫贼奸淫掳掠罪大恶极！今日我就替那些惨遭你凌辱杀害的女子报仇雪恨时！可惜你马上就要和他们一样，变成我采阴补阳的合修鼎炉了。以圣女之姿，想必一定能助我多开几个灵窍吧？痴心妄想！这几个月4大宗门不知道出动了多少弟子想要围剿我，但我还是活得好好的。你可知道为什么？那便是因为我十分擅长用毒，我的毒无色无味，你连中毒了都不知道。你说什么？你虽然是1品宗师的武者，可中了我的摄魂香。实力实不存疑，唯有等3天3夜药力自动消散。3天时间我已经玩腻了。休想吓唬我！当年我参加了3次外门考核，都没能成为轩辕剑派弟子。今日就享受一番你们轩辕剑派所谓的天之娇女，一解当年的遗憾吧。混账！今日我就算死，也要和你同归于尽。这是我为你特地调制的阴阳合欢散，小美人。
你越是动用灵力，毒药散发的越厉害。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吧，无法反抗就应该好好享受才对。真是一个卑鄙小人！倒！哎，对了，中了阴阳合欢散，必须在半个时辰内疯狂行房，否则就会筋脉尽断，爆裂而亡。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口干舌燥，浑身瘙痒，很想要有一个人填补你的空虚啊？就算暴毙而亡，我也不会让你得逞。好一张口是心非的小嘴，让我看看你的身子会不会比嘴诚实一点。王虎轩，哪里来的鼠辈，竟敢偷袭你爷爷！轩辕剑派外门弟子，身为武道中人，竟然用此等下三滥的手段增进修为，你才是真正的无耻鼠辈！哼！区一个外门弟子，敢来坏你爷爷好事！喂，你一个外门弟子，修为最多2品武师之境，聂留下修为远在你之上，你不是他的对手，快回宗门叫救援！你逃不了，这个山洞都被我下了摄魂香，无论你是宗师强者还是大罗神仙，一旦踏入都会中毒。糟了，我也着了这厮的道。小子，下辈子再想学人英雄救美，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你放心，我不会那么轻易就杀了你，我还要让你亲眼看着轩辕剑派纯洁无瑕的圣女是怎么在我身上放荡叫喘的。这么精彩的戏码，没有观众可不行。卑鄙！这摄魂香的药力大概是3天3夜，我只要在宝塔里待个3天3夜，不就解毒了？小美人，你一定等得空虚难耐了吧？我马上就来填满你。什么？怎么可能？你明明中了我的摄魂香！我的摄魂香，哪怕是大宗师级别的高手都无法抵挡，没有解药，只能够等3天3夜毒性自动消失。你到底是怎么解的毒？你的修为境界明明只有50境。区摄魂香，能奈我何？我的云鹤步可是高阶功法，你这是什么步法？竟然快过云鹤步！你空有天赋和高阶步法，却只练了皮毛，而我用了整整50年，才将最低阶的步法修至圆满，1年1息，一招一式，从未停歇。50年？怎么可能？难道你有永葆青春的邪功？喂，只要你放我一马，我可以教你彩阴邪功，助你突破血脉极限。有你这种无耻之徒在世上，简直有违天道！猛虎拳！这小子修炼多年，身上一定有不少灵石。怎么回事？怎么什么都没有？除戒指。
这么多中品灵石，都给我修炼200年了，这应该是摄魂香的解药。宫里圣女，宫里圣女，圣女，宫里圣女，圣女，宫里圣女，宫里圣女，圣女。我中了7毒，只有靠你的身体为我驱毒。圣女，你冷静点。以我现在的修为，根本无法破解一品宗师的定身术。宫里圣女的修为果然了得，她的定身术居然用了大半月时间才能解开。开窍大会要开始了，昨夜之事虽非我所愿，但事已至此，男子汉大丈夫必须敢做敢当。等我找皇甫少智和苏连雪讨完公道，再向宫罗圣女当面说明今日之事。这个自称是外门弟子的人，为何能这么轻易解开聂流觞的摄魂法和我的定身术？他到底是谁？今日开窍大会，凡是入门弟子，不限入门时间，开窍数量最多者，就可在武技阁挑选一本黄阶下品武技自行修炼。那可是比人阶珍贵100倍的功法，一旦修炼成功，修为起码增进2个境界。我可已经开了4个灵窍，那本黄阶武技一定是我的。才4个灵窍，呵呵，皇甫少智师兄才是本届入门弟子最强者，他可是5品血脉的天才，早在半年前就开启了5个灵窍，进入了5品武师之境。侄儿，你今日可有100%把握？多亏了连雪师妹的火阳灵液，孩儿的烈阳剑法已经大成，又打开了2个灵窍，那黄阶武技定是我的囊中之物。师父放心，此次开窍大会的头筹定会是师兄。滚开！七气轩，皇甫师兄居然开了7个器官，真是太厉害了！当初圣女殿下7品血脉之资，也不过开了9个器官。皇甫老兄，你教子有方啊！玄台，过奖吧。诸位弟子有超7窍者，方可上台检测。我儿皇甫少智乃皇甫家这一辈最强天才，为了培养他，皇甫家倾尽所有资源，不可能会有人超过他。若无人上台，那我便宣布，本次开窍大会的头筹是皇甫少智。慢着，这个废柴被我打断经脉，竟没死。你乃这届外门弟子资质最差之人，老夫还以为今日开窍大会，你自惭形秽，自行脱离宗门下山去了。我是来竞争开窍大会头筹的。外门弟子中谁人不知你就是一个没有血脉的废材？来宗门1年了，却连1个灵窍都没打开，还想跟皇甫师兄竞争头筹了？别痴人说梦了！此等资质，若留在我轩辕剑派，岂不让其他宗门看笑话？没错，你还是赶紧滚下山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若是我已经开窍了呢？哼，没有血脉也能开窍，看来你昨夜没有被打废，而是被打傻了。是与不是，一测便知。居然真的开窍了！
而且还跟黄甫师兄一样，都是7个灵窍。你明明昨日还是个一窍不通的废材，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开窍了？还直接开了7个灵穴，不是用了卑鄙手段作弊，就是练了什么邪功。这还要多谢你和黄甫师兄。昨夜我在濒死之际见到了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他说我有大帝之资，助我开了7个灵穴。莫非是传说中的仙人指路？看来你身上果然有传承，才能一夜间开7窍，才敢不自量力来开窍大会。我来是要拆穿你和苏连雪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陈凡，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与黄甫少智师兄误以为我身上有秘宝传承，联合诓骗不成，竟然残害同门，将我打至经脉尽断。敢问2位长老，残害同门该当何罪？这残害同门乃宗门大罪，若有此事，理当立刻逐出师门。想不到你竟然颠倒是非，真正残害同门的人是你陈凡。自你入轩辕剑派以来，连雪师妹对你一直照顾有加，此事众位师兄弟皆可见证。没想到陈凡竟是如此禽兽之徒，岂料你对连雪师妹心生邪念，昨夜更欲行不轨之事，还好我发现及时将你制止。你被我打伤后仓皇逃脱，前3赵42位师弟追你而去，最后却一夜未归。现在看来，只怕是遭你毒手了。陈凡，没想到你心性如此歹毒，做出此等下作之事，竟还敢倒打一耙，污蔑我儿！轩辕剑派容不得你这样的混账！好一个倒打一耙，颠倒是非！你堂堂外门长老，竟只听一面之词就妄下论断。众所周知，我儿天资聪颖，品行端正，而你资质低下，身卑体贱，谁是谁非不言而喻。来人，将这混账东西轰下山去！慢着！陈凡能一夜间打开7个灵窍，身上必然有法宝传承。他心性如此狠毒，下山之后只会危害世间。我提议将他废除修为，即刻诛杀！废除修为，即刻诛杀！诛杀！废除修为！如此甚好。白衣掌门，你意下如何？此子确实不能留。想不到堂堂轩辕剑派，宗门大派，竟全是不分是非之人。看到了吧？就算你有些许奇遇，在我面前永远是废材，是蝼蚁。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交出传承，我能让你死得痛快呀，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要战便战，别再废话了。我今日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炎龙拳，龙虎拳。黄甫师兄竟然被打退了！炎龙拳可是人阶上品功法，他竟然能以下品功法龙虎拳对上炎龙拳，必是将龙虎拳修至圆满。这等入门功法，常人一般只会修到大成境界过渡，他却将其修至圆满，这是为何？想不到你这个废柴，竟然能逼我使出烈阳剑法！这是什么步法？速度居然如此之快！这是人阶下品步法灵猫步，此地得到仙人恩赐，连开7窍，又将2门入门功法修炼至圆满。若是好好修炼，必能有所作为。可惜了，我儿可是5品血脉之天才，这个废材就算有仙人赐福，那也只是一时的，他永远只配被智儿踩在脚底。没错，师兄一定能杀了他。此人不过一夜之间便连开7道灵窍，更是将灵猫步与龙虎拳双双修至圆满境界。这等逆天进度，绝非寻常机缘可比。此人身上必然藏着无上玄妙的逆天传承，这般至宝，今日必须趁乱夺到手。诸位师兄弟，这宗门败类奸猾必战，快助我一起将他诛杀！
皇甫师兄，要是金轮回塔2、3臂，可以躲个几百年，但这样轮回塔就会爆炸。恃强凌拙，以多欺少。轩辕剑派平时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吗？这不是我们苍云国的圣女吗？听说她乃9品血脉，年纪轻轻便修炼到1品宗师之境，是轩辕剑派有史来最年轻的长老，而且还是苍云国第1美人，真是美啊！拜见圣女。宫离圣女，您有所不知，此人残害同门，罪行滔天。我爹与朱铁长老已下令将其诛杀，可他却仗着微末伎俩，负隅顽抗。我与众师弟这才群起攻之。陈凡，你好大的胆子！见到圣女竟敢不参拜行礼！圣女降临开窍大会，想必是为了收徒一事而来，还请稍等片刻，待吾儿拿下这个宗门败辈，您再行收徒不迟。你们不能动的，因为他将会是我洛云的亲传弟子。什么？圣女要收他为徒？圣女天赋逆天，又受皇室尊宠，谁能够成为她的徒弟，得其指点修炼，前途将无可限量啊！可他为什么要收一个没有血脉的废柴为徒？宫离圣女，此子心术不正，残害同门，您怎能收这样的人为徒呢？我看他并不像是心术不正之人，残害同门，空口无凭，有证据吗？他虽有仙人指路这等奇遇，但总归没有血脉，资质低微，您三思啊！是啊，宫离圣女，我儿身怀5品血脉，乃这一届弟子之中的最强者，他才是最有资格成为您唯一亲传弟子。此等徒有其表之辈，怎配做我的弟子？如你们所言，没有血脉，尚且有如此修为，足见他有超出常人的毅力与心性，只有他才配得上是我南宫离的弟子。宫离圣女，宗门要求您收一名徒弟，您就是这样敷衍宗门的？宗门可没规定让我收什么样的徒弟。我最喜欢做有挑战的事情，将5品6品血脉的天才培养起来有什么意思？更何况，我想收谁为徒，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在下不敢。陈凡，你可愿拜入我的门下，成为我的亲传弟子？恕弟子不能从命。陈凡这个废材，居然拒绝了圣女收徒，简直是疯了吧！不是疯了，就是傻了。你为何不愿拜我为师？看来他不记得昨夜之事了。我若当众说出我们已有肌肤之亲，不能结为师徒，只怕会坏了圣女清誉。我只是一个没有血脉的废材，要是拜入圣女门下，一定会有辱师门。还是算了吧。算你小子有自知之明。宫灵圣女，我看你不如还是收了皇甫少志吧。不知弟子是否有幸能拜入圣女门下？我意已决。陈凡，我既选择收你为徒，自然会好好助你修炼。别说你没有血脉，就算你是废品血脉，只要道心稳固，说不定也能成就大道。因为武道一途不在血脉，而在于道心。可是，你再犹豫下去，是想今日就被逐出轩辕剑派吗？徒儿陈凡拜见师父。这把灭炼剑是为师送你的拜师礼，望你能用它好好修炼。多谢师父。朱铁长老，圣女收完弟子，这次开窍大会也到此结束了。我儿夺得了头筹，你该带他去武技阁挑选黄阶功法了吧？那皇甫贤侄，你便随我去往武技阁吧。没记错的话，我和皇甫少志同样开了7个灵桥，应该也能去武技阁挑选功法吧？凭你也配？你那7个灵桥还不知是仰仗什么邪功法宝所得，怎能与皇甫师兄相提并论？还妄想挑选黄阶秘籍？住口！
我的徒儿还轮不到你来说。朱铁，我徒儿也夺得了头朝，他应该也有资格去挑选黄阶功法吧？可黄阶功法比人阶功法深奥100倍，陈凡连血脉都没有，哪有那个资质修炼黄阶功法呢？何况黄阶功法珍稀无比，传于陈凡岂不是暴殄天物？哎，朱铁长老，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陈凡可是宫离圣女唯一亲传弟子，并且同样开了7个灵后，你怎能不让他去藏经阁挑选功法呢？爹，不过老夫提议，由侧脉灵碑来给二人分配功法秘籍。这便是侧脉灵碑，由女娲补天的五彩石炼化而成，会自行匹配与侧脉者血脉资质对等的功法秘籍。我徒儿连血脉都没有，怎能让侧脉灵碑给他分配功法？这不公平。既然有2名弟子夺得了此次开窍大会的头筹，那让侧脉灵碑来分配与2人血脉资质纯等的功法，这再公平不过了。朱铁长老，你以为如何？黄甫长老所言甚是，一本人阶下品的功法就要花费我50年时间了。若真给我一本黄阶功法，不知道要花几百年去修炼，得不偿失。我没有血脉，侧脉灵碑应该会分配给我一本人阶功法。师父，弟子愿意接受这样的分配方式。那好吧，我先来试试。今日就让你们这些蝼蚁瞧瞧废材与天才之间的差距。强大的气场，不愧是达到5品武师的强者。离鬼剑法，这可是黄阶上品的武技功法，非5品血脉以上天赋卓足之绝顶天才断然不能修炼。看来黄甫少智的资质比老夫想的还要好啊！看你拿什么跟黄甫师兄相比？陈凡，到你了，你好歹也是圣女的徒弟，总不能太给她丢面子了吧？徒儿，你去吧，无论结果如何，为师都不会责怪你的。9品血脉？难道陈凡实际是9品血脉的天才？虎头都是坚持下来的要求的，真是大事！这不可能！10个刻度齐量，神品血脉，是神品血脉，这可是神品血脉呀！在苍云国能够诞生7品血脉，已经是顶尖的天才了，更不用说是神品血脉。你小子原来一直深藏不露啊！怎么回事？我的神品血脉不是被剥夺了吗？废品血脉，原本以为见证了一个神品血脉的天才，能够沾一沾天才气运，还能回家族吹嘘一番，结果却是一个废品血脉。这可是传说中越修越废的血脉，真是晦气。就是，原来你不是没有血脉，而是比没有还不如的废品血脉。真想看看侧脉灵碑会给你这样的废材分配什么垃圾功法。
混元金钟罩，什么破烂玩意儿？无品无阶的防御功法，刚好配你这个废材。10年时间，总算把混元金钟罩练到了大成了。五品功法又如何？练到圆满，照样能敌高阶功法。就像我，一个废品血脉，一样可以赢过你这个血脉天才。皇甫烧制，你想不想试试我新练的混元金钟罩？什么？你已练成了混元金钟罩？怎么可能？时间太赶，小有所成而已。但招架你10掌，应该不成问题。想试试吗？你非要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什么？看了一眼就修成了金钟罩，这废物如何做到的？虽然是五品功法，但陈凡居然这么真的轻易练成了。莫非他不只有神仙赐福，而且还是神物之人？那又怎样？仅仅凭借防御功法是赢不了我的。蝼蚁，看我如何掐爆你的脑袋！好强大的气浪，这陈凡还能抵挡得住吗？不要！缩头乌龟，你的龟壳就要裂开了，受死吧！师兄，你没事吧？陈凡，你好卑鄙！我只说能招架他10掌，10掌已过，不好意思了。竟敢耍小聪明，伤了智儿，找死！找死！同门切磋，难免有受伤。皇甫长老何必动这么大肝火？圣女你，宫离圣女真是收了个好徒弟啊！看来后天的入门弟子大比，怕是宫离圣女的徒弟要夺得魁首了。陈凡，你不要以为拜入圣女之下就得到了庇护，只要你敢参加入门弟子大比，我一定会在大比之上将你碾死。除非你想当缩头乌龟，永远龟缩在你师父的保护下。轮回塔内的灵石还够我修炼100多年，但就算我将混元金钟罩炼至圆满，也未必是对手。可若不应战，就太给丢面子了。皇甫烧制，我陈凡何惧与你一战？哼，好得很，我们大比上走着瞧。徒儿，皇甫烧制的离鬼剑法已至大成，而你天象剑法还未入门，若对上他，你毫无胜算。到时你直接放弃便可。不必了，师父。若我胆怯未战，岂不是丢了您的脸？不愧是我的徒弟，今日你也累了，先回去好好休息。好的，师父再见。
我有这么可怕吗？又花了10年时间，总算将混元金钟罩修至圆满了，又成功开了2个灵窍。但我现在的修为，也只不过才突破到了4品武师之境。难道因为混元金钟罩是防御性功法？皇甫少之早已是5品武师的境界，得到了黄阶武技，单凭猛虎拳根本毫无胜算。可没了新的功法秘籍，修为就不能继续提升，该怎么办？先将这本混元金钟杖还给武技阁，再去找师傅要点秘籍。宫离圣女，你叫我什么？师傅。这还差不多。徒儿，你这是要去哪儿？我准备将这本秘籍还给武技阁。程凡，为师破例收你为徒，是看你孤身御敌，临危不惧，虽身无血脉，却心性过人。可你这是在做什么？师傅，我做了什么？难不成师傅想起来了？你在武技阁借阅武技，一日就想还回去？你可知伽罗谷地当年为了将一门人阶下品武技修炼出来，苦修了整整3年。师傅，你放心，我已经将混元金钟罩修炼至圆满了，而且还开启9个灵窍了。陈凡，你乃废品血脉，得仙人恩赐，勉强踏入武道世界，就应该珍惜修炼机会。你非但不勤勉努力，还弃词蒙骗为师。师傅，你若不信，大可以摸摸看。这下你总相信我了吧？想不到你竟然用了这么短时间，又将一门武技修至圆满。莫非你真是神物之人？可能是吧。若果真如此，那我就放心将我自创的一门剑法传给你。这2天时间内，你若能够领悟前2式，应该与皇甫少志有正面一战之力了。自创剑法？不错，这门剑法是我观察天象自创的剑法，我取名天象剑法，目前只有3式。若你能修出3式，堪比大成的黄阶上品剑法。徒儿，你跟我来。徒儿，看清楚，天象剑法第1式地动，第2式不散，第3式雷动。徒儿，方才我所施展剑招，你领悟了多少？师傅，你刚才施展的剑招，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怎会如此？你可是神物之人啊！师傅，你能否再演示一遍给我看看？这一次呢？还不会？我天赋太差了。看来你之前一连将3门低阶功法炼至圆满，乃是不可多得的神技。徒儿，你好好记住招式。徒儿，手腕放松，跟着我的力道走，感受剑的轨迹。对，送剑要缓，收剑要稳，借腰力带剑，不是只用手臂。师傅，徒儿太笨了，还是练不好。初学剑法本就如此，你能跟上节奏，已经比很多人强了。
这2天我会形影不离教你，你能学多少是多少，切不可轻言放弃。形影不离，还是算了吧，师傅。徒儿资质有限，练不成这种高阶武技。你怎可如此轻言放弃？今日我便和你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你休想偷半分来。还要住在一起，睡一张床？你瞎想什么？我睡床，你睡地板。好了，你继续修炼吧。若我的天赋如此被差，恐怕早就放弃武道一途了。难为徒儿能坚持至今，此等心性真是世间少见。幸好我那日救下他，又收他为徒，等到入门弟子大比结束后，再打听那天之人吧。师傅，徒儿给您丢脸了，还是练不会。这并非你的错，看来你目前的修为还不能修炼天象剑法，得先从简单基础剑法练起。今晚好好休息，明日尽力而为。不管你以后修行之途如何，你永远是我徒弟。走走送走的师傅，师傅你放心，明日我会成为你的骄傲。师傅那么关心我，明日无论如何都要击败黄甫少。不过，黄甫少只是五品血脉，即便我将3门低阶的武学修炼到圆满，也未必是他的对手。100多年时间，必须将天象剑法修炼入门。开始修炼天象剑法第一式，悸动。50年时间，居然将天象剑法第一式修炼了出来。要知道，这门剑法足以媲美黄阶上品武技，以我的天赋，按道理应该无法修炼出来。或许是师父贴身传授的缘故。天象剑法第二式，五散。居然将第二式也修炼出来了，剩下的灵石还能够再催动几十年时间，一定要将第3式也练出来。智儿、连雪，你们这2日修炼的如何？放心吧，爹。昨日黄府主家送过来的10枚聚元丹果然有奇效，我的离鬼剑法已经炼至入门。师妹也将猎豹步和搬山掌这2门人阶上品武技练到了大成境界。陈凡那个废材，怕是连师妹那关都过不了。如此甚好。那个废材只会说大话，怎么敢真与黄甫师兄一战？现在恐怕是不敢来了吧？师妹，你也不想想，当缩头乌龟可是陈凡他的强项。那你们的强项是学狗叫？师傅，徒儿来迟了，没让这几只恶狗吵到你吧？无妨。我们是狗。你还不算太笨，陈凡没想到你这个废物还真敢来。弟子大比可不是耍嘴皮子过家家，擂台上生死有命，到时候就算你师傅也保不了你。谁生谁死，还难说得很。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死到临头，居然还敢口出妄言，到时候看你如何向我磕头求饶！哼！
徒儿，皇甫少之的离鬼剑法已至大成，而你天象剑法还未入门，若对上他，你毫无胜算，到时你直接放弃便可。师傅，你就放心，弟子有必胜的把握。入门弟子大比正式开始，第一场，苏连雪对陈凡。陈凡，你之前对我这么好，要我亲手杀了你，还真是有些于心不忍呐。苏连雪，戏早演完了，你就别再惺惺作态。那我就替师兄先送你上路。这苏连雪施展出的猎豹步和搬山掌，都是人阶中上品的功法。搬山掌，而且都修炼到大成，换做任何一个开启6个灵窍的武者，都很难挡下这一波攻势。看来这个废材还是对师妹余情未了，所以放弃了抵抗。混元金冲罩！看来陈凡已将混元金钟罩炼至圆满境界，一个废品血脉竟能一言间将一门功法炼至圆满，果然是神物之人没错。苏连雪，之前你欺我骗我，没料到会有今天吧？凡哥，我知道错了，你不是最爱我的吗？你一定会原谅我，对不对？苏连雪，你可知我有多后悔吗？你一定是后悔伤了我吧？你这么爱我，我怎会怪你呢？所以你去死吧！灵猫步。我是后悔当日错看了你。陈凡，你居然敢对连雪师妹下此重手！皇甫少智，你别急，马上就轮到你了。第一场陈凡胜，第二场陈凡对皇甫少智。陈凡，第二战开始前，你可以选择调息15个呼吸，再行应战。不必了，即刻开始吧。既然你迫不及待想死，我这就送你上路。谁生谁死，还难说的很。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陈凡，你别以为仗着些许奇遇就有了狂妄自大的资本。今日我就让你知道何为天才，何为废材。你这样的废材能够成为我离鬼剑法下死的第一人，简直是无上荣幸。离鬼剑法第一式，斩铁。真不愧是5品血脉的天才，竟然能在1天之内将黄阶功法炼至入门。宫离圣女，看来你要重新收徒了。天象剑法第一式，行动！天象剑法，这不是宫离圣女闭关3年自创的剑法？陈凡竟然会天象剑法，宫离圣女，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竟然在1日之内就教会了陈凡你的自创剑法！我徒弟本就天资聪明，何况我自然有自己的办法。老夫昨日差点让一个绝顶天才陨落了，真是惭愧。这小子明明已经学会了天象剑法，却一直在骗我。哼，待会儿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不可。你这是什么剑法？竟然敌得过我的离鬼剑法！
这是我师傅的天象剑法，我练成之后还没来得及让他看呢，就先让你看了。你可得好好睁大眼睛，好好欣赏我师傅自创的绝世剑法——天象剑法第2式无子弹。怎么可能？给我败！你输了，你不是自诩天才，那我就让你尝尝做废材的滋味。你废了我的丹田，毁了我的修为！皇甫少智，你自诩天才，却连我这样一个废品血脉都不如。什么五品血脉的天才？现在的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材。不是这样的，皇甫家这一代最强天才，我是最强的！你好大的胆子！陈凡，你给我住口！智儿，挺住！皇甫少智，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胆敢当我面废了我儿，受死！皇甫龙城，你要干什么？这小杂种不仅废了我儿的修为，还毁了他的道心，彻底断了他武道之路。如此阴险歹毒，简直该杀！站台之上，生死有命，这可是皇甫少智自己亲口说的。更何况他现在还没死，只是成了废人而已。宫灵圣女，陈凡毁我皇甫家一代最强天才，皇甫家是不会放过他的。你再不让开，是要与皇甫家为敌了。是又如何？我徒儿同样是轩辕剑派的天才，更是我的徒弟。多说无谓。皇甫龙城，你还不如先把皇甫少征带下去疗伤。好，好，好。我的手，我的手，我的手！皇甫龙尘，你身为长老，竟敢偷袭我徒弟！再有下一次，你失去的就不是手了。南宫离，陈凡废了我儿，又断我一臂，你真欺我皇甫家无人了吗？有我在，谁敢伤我徒弟？之前一直以为她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木头美人，没想到关键时候。纵然你是苍云国圣女，我皇甫家可也不是好欺负的。今日之事，我绝不会罢休。徒弟，你没事吧？师父，你对我真好。说什么傻话？陈凡，你与皇甫少智胜负已分，此次魁首非你莫属，这是第1名的奖励。伽罗血玉。师父，什么是伽罗血玉？这伽罗血玉是进入伽罗洞府的钥匙，唯有4品血脉及以下的武者手持伽罗血玉才能够进入伽罗洞府。伽罗谷地以1品血脉之姿成为5帝强者，若能得到他的传承，说不定也能成为5帝强者。不过这伽罗洞府不定时就会开放，徒儿你近日就得准备起来了。师父，在此之前，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什么？血玉发光，意味着伽罗秘境即将开启，入口就在苍云山脉，仅维持1个时辰，必须即刻动身。徒儿，迟则错失机缘，有什么话，等你从秘境归来再说不迟。是，师父。
是蜀山的苏清寒师兄，年仅25便突破9品武师，更是天生7品血脉，天赋冠绝整个苍云国。此次秘境入殿名额必定有他一席。那可未必，还有更狠的角色。那是明殿的圣子，同样是9品武师，9品血脉。传闻他曾越级硬豪武宗而全胜，手段狠辣无比。你就是陈凡，皇府少之那废物，占着嫡系资源却一事无成，被你废了倒省心。如果他再没用，也不是你这废物血脉能碰的。伤我皇府家人，我必让你血债血偿。你再放肆，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想必你就是轩辕剑派的圣女南宫离了。果然生得国色天香，偏偏护着这么个废品徒弟。陈凡，不要冲动！圣女息怒，息怒！好好躲在你师父身后当缩头乌龟吧，敢出来，我直接弄死你！是神龙国13皇子林清玄，这般身份尊贵的大人物，竟亲自来争秘境传承。他不仅是9品武士巅峰，更是天生神品血脉。生来就凌驾于所有武者之上，没想到今日竟能亲眼得见。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有意思。伽罗镇万古，武道耀千秋。有缘登宝殿，无道自难留。有资格接受武帝传承考验者仅10席，需在3日内击杀秘境内凶兽，积攒积分，亦可凭自身本事夺取他人所持积分，最终积分位列前10者，方有资格踏入伽罗神殿，承袭武帝道统。伽罗试炼正式开启。秘境之内凶险难测，你修为尚浅，万万不可逞强好胜，凡事以保全自身为先，切记小心。我，傻徒儿，有什么话等回来再说，为师等你。师父，等我回来，我会把心里的话全都告诉你。快走，再耽搁就来不及了。首战告捷。我靠，他们这是作弊了吧？
天象剑法第一式，移动。俺这条命就是你的了，多谢道友出手相救，大恩大德，没齿难忘。是啊，若不是道友，我们今日必死无疑。打得不错，招式利落，倒是没我想象中那么废物。哼，玩个游戏吧，杀了他，要么送你们和他一起死。我救你们性命，你们却恩将仇报，这般软骨头也配在秘境争机缘？少在这儿说大话！秘境本就是弱肉强食，活着才是硬道理。就是，要怪就怪你自己不长眼，偏偏得罪了皇甫圣子，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总不能陪着你一起送死。你们这两个卑鄙小人！道友舍命救我，大恩不敢忘，我愿与道友并肩死战，绝不退缩。没想到他竟藏着傀儡替身这等保命手段。这散修就是穷，好在还有一本功法，苦修10年只增1成威力，这种功法狗都不学。等，10年，我有轮回塔。旁人耗不起的10年100年，对我而言不过是弹指一瞬。这本别人眼里的废物功法，对我来说就是一本绝世神品功法。黄甫烈，下次见面你会后悔今天没死在我剑下。陈凡，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明殿圣子，堂堂9品武师，竟被一个废品血脉的7品武者打得落荒而逃，明殿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婷婷，你少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去会会那陈凡。一个废品血脉还不配我出手，倒是你输给一个废品血脉的事，明天恐怕就会传遍整个秘境。等回了明殿，你猜那些一直盯着你位子的人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有明殿弟子即刻会合，今日必斩陈凡，将其碎尸万段。这天象剑法的第3式终于修成了，灵巧跟着打通到了12个，修为也到达了7品武士巅峰。黄甫烈，你的死期到了。怎么可能？凭你的修为，不对，你竟然达到了7品武士的境界，你做了什么？堂堂圣子，这就怕了？狂妄！7品武士又如何？我可是9品武师，坐拥7品上等血脉。你这卑贱废品血脉，给我死！对付你，7品足够了。天象剑法第3式，雷动。没想到他竟藏着傀儡替身这等保命手段。这散修就是穷，好在还有一本功法，苦修10年只增1成威力，这种功法狗都不学。等，10年，我有轮回塔。旁人耗不起的10年100年，对我而言不过是弹指一瞬。这本别人眼里的废物功法，对我来说就是一本绝世神品功法。黄甫烈，下次见面你会后悔今天没死在我剑下。
陈凡，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明殿圣子，堂堂9品武师，竟被一个废品血脉的7品武者打得落荒而逃，明殿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婷婷，你少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去会会那陈凡。一个废品血脉还不配我出手，倒是你输给一个废品血脉的事，明天恐怕就会传遍整个秘境。等回了明殿，你猜那些一直盯着你位子的人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有明殿弟子即刻会合，今日必斩陈凡，将其碎尸万段。才练没多久，10几块下品灵石就耗光了，得赶紧想办法弄点灵石，不然运灵诀都没法继续修。有惨叫，莫非是有人遇袭？若能趁机捡漏。师兄，灵石积分全给你，只求留我2人一条性命。留着你们这等废物，回头到处嚼舌根，坏我蜀山名声，不如杀了干净。前次救伞修反遭背叛，秘境本就是弱肉强食，何必多管闲事？可纵使秘境险恶，也容不得此等败类罔具道义，恃强凌弱。哪来的杂碎，敢管老子的事儿？蜀山乃名门正派，竟养出你这草菅人命的败类，丢尽师门脸面。多管闲事，今天连你一起宰了！我等身无长物，实在无以为报，唯有这枚旧物，还望恩公收下。这物件看着平平无奇，连半点灵气都没有，实在算不上什么贵重东西。不过既是对方一番心意，收下便是。此地凶险，速速离开。蜀山可是个大门派，他们的弟子不得富得流油？阁下何人？为何擅杀我们弟子？轩辕剑派陈凡，他身为蜀山弟子，却恃强欺弱，草菅人命，这等败类，本就该杀。陈凡，原来是你，能让黄甫烈吃瘪，倒是有几分本事。不过我蜀山弟子纵有过失，亦有蜀山门规处置，岂容一介外人越俎代庖？哦，依阁下之意，倒是我多管闲事了。一个7品武师也敢无视我蜀山的规矩，简直是没把我蜀山放在眼里。巧了，黄甫烈也这么说过。他是他，我是我，他输给你，是他废物。今日你杀我弟子，便留你不得。蜀山剑法果然名不虚传，比那黄甫烈倒是强上几分了。你一个废品血脉能走到这一步，已经算得上难得了。可惜在我面前还不够看，今日便让你知道天骄与蝼蚁的差距。这小子怎么这般难缠？天骄也就这点本事。轮到我了。天象剑法第3式，雷动。堂堂蜀山第一天骄，竟也栽在这废品血脉手里。某人替死傀儡都用了，好像比我更狼狈些吧？你们两个就别在这互相拆台了，是一起上，还是一个个来？找死！就这，运灵诀，赢！
又变强了，这不可能！黄甫烈人若败了，下一个就是我。我不用你帮我，我堂堂明殿圣子，打一个废品血脉还要2打1，传出去，我明殿的脸往哪儿搁？你他妈有病吧？都什么时候了还死要面子？咱们俩的命都要没了，听不懂吗？我没听错吧？大师兄骂人了？从来没见过大师兄说过半句重话呀。跟了大师兄6年，他向来清冷自居，今天是真被气疯了。陈凡，受死！这是同归于尽打法，我犯不上跟他硬拼耗损，只需稳守静待破绽即可。不管了，今日先联手宰了他，再算其他账，你们也给老子一起上！一起出手，此人不除，必为我蜀山的心腹大患。这么多弟子联手围堵，再加上苏清寒、黄甫烈2大天骄压阵，我就算拼尽全力，也根本不是对手。今日若是硬拼，必死无疑。陈凡，你先前碾压我的傲气去哪了？如今被我蜀山与明殿联手合围，插翅难飞，我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不过是个靠旁门左术提升实力的废品，真以为能逆天不成？2个7品血脉的天骄联手围攻我一个废品血脉，倒还挺骄傲。他只知道自己陷入绝境，想要和我同归于尽。我乃蜀山未来翘楚，大好前程还在，绝不能死在这儿。这小子怕是被吓傻了，死到临头不突围，反倒去抢一个死人的储物袋，故弄玄虚，不过是垂死挣扎。今日就算你耍尽花招，也难逃一死。等我再修炼个100年，再去收拾你们2个。我靠！堂堂一个蜀山弟子，怎么这么穷，一块下品灵石都没有？我操！原来这铁环居然是一枚被下了禁制的储物戒指。要不是机缘巧合被轮回塔解了禁制，一般人根本没法识破。整整50块终极灵石，这般储量，足够我闭关修炼500年，实力绝对能再攀一个大台阶。500年了，御灵诀也是有所小成，所有招式的威力都能强化5倍余。现在别说是武师，就算是武宗，也接不下我全力一击。黄甫烈、苏清寒，是时候该算清我们账了。给你们一个机会，跪地臣服，可饶你们不死。他刚才说什么？饶我们不死？我看他是被吓傻了，死到临头还在这装腔作势。废品就是废物，临死前的狂言都这么可笑。御灵诀，赢！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你不能杀我！
我是明殿圣子。废话真多。陈凡，今日我认栽。记住，蜀山不会放过你。蜀山不会放过我，我知道，但今天我也不会放过你。这么多储物袋，这回是发财了。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长老，魂牌，好多魂牌碎了。这是啊！长老，我们的魂牌也碎了，圣子的魂牌也。是谁干的？我蜀山8名弟子，连同苏清寒尽数陨落，此仇不报，我蜀山誓不罢休。秘境之中，能有这个实力一次性灭杀明殿与蜀山的，只有一个人。林清玄。秘境争锋，各凭本事，你们的人技不如人，死了也是活该。怎么？输不起了，将13皇子的战绩都记下，回去要向圣上禀报，这才是我神龙国天骄该有的威风。是。林清玄，他竟敢下如此狠手，希望陈凡不要出事啊！伽罗测炼，时辰已至，积分前10者入殿。快看，神殿内部能看见。我真的被选中了，我真的进了伽罗神殿。你掐我一下，快掐我一下，我是不是在做梦？老天开眼，老天开眼啊！我这种没背景、没资源的散修，居然也能有今天。碍事的人都没了，现在就剩我们了。你虽然拥有神脉，但你却是卑贱宫女所生的皇子。你不配拥有我们皇族的神脉。这个你收好。娘，那林清玄也太害人了吧！3息就屠尽了所有新进入选弟子，半点活路都不给，当真是心狠到了极致。可不是嘛！身为顶尖天骄，这般赶尽杀绝，比秘境里的凶兽还要可怕。往后遇上他，可得绕着走。你们快看，那个废品血脉陈凡，居然硬生生撑到了试炼前10，还敢跟林清玄正面叫板，这也太刚了！不过是苟到最后罢了，废品血脉的底子摆在那儿，再挣扎又能如何？在林清玄这种顶尖强者面前，也就是一招的事。陈凡，你千万不要为了5帝集成意气用事，一定要平安出来啊！你答应过我的。
诀，宁！差距竟然这么大！眼下应聘只有死路一条，必须立刻进入轮回塔，继续苦修月灵诀，待实力再见，再来与他清算一切。天象剑法第3式雷动。我没看错吧？那个废品血脉陈凡居然跟林清玄打得有来有回，这怎么可能？林清玄可是神品血脉啊！陈凡他怎么做到的？一个被夺走血脉的废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怎么会这样？他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一个天生的废品血脉，在轮回塔的相对也能接我数年。看来这件上古之宝果然名不虚传。他怎么知道轮回塔的事？当年那个贱人把轮回塔藏起来，让我一阵好找，没想到居然在你的身上。若得此宝，天下还有谁是我的对手？找死！你要认清现实，我乃天生神品血脉，根基、底蕴、灵力纯度皆是世间顶尖，绝非你这种被人弃如敝弩的废物血脉能够比你分毫。我已经玩够了，下一招便送你去地下，和你那惨死的母亲团聚。难道我的道路就要止步于此了吗？母亲的血海深仇未报，昔日被夺血脉的屈辱未洗，我不能就这么倒下，我绝不会屈服。是武帝传承，传说只有被武帝认可之人出现时，传承才会出现。那肯定是看中了林清玄的神品血脉。我看未必，陈凡能靠废品血脉和林清玄打得有来有回，说不准这武帝传承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呢。只要获得传承，就还有希望。武帝传承注定是我的了。世人皆以高阶血脉为尊，
却不知本帝乃是古武者出身，血脉品级越高，与武道契合度越低，排斥反噬便越强。唯有被世人鄙夷的废物血脉，方能承载吾之古武大道。您是古武者？不错，吾在此枯等万古，历经无数天骄试炼，终究是等到了你。武道一途，天赋血脉皆是外物，一颗永不屈服、执念变强的心，才是登顶的根本。而你历经磨难，却从未折腰，恰好拥有这份最珍贵的品质。望你继承吾之道统，坚守本心，踏破武道桎梏，最终超越武帝之境，飞升上界。真的成了！被全天下看不起的废物血脉，居然真的拿到了伽罗武帝的无敌传承，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事啊！高阶血脉的林清玄都被排斥，偏偏废物血脉契合，这也太颠覆常理了。好，太好了！我就知道陈凡这孩子绝不是废物，废品血脉照样逆天改命，拿下武帝传承，真是给咱们宗门争了天大的气呀！朱铁长老，朱铁长老。为什么？明明我才是天生神品，天骄九力，这万年武帝传承，凭什么会选中你这个废物血脉的废物？林清玄，你当年为了一己私欲，强行夺走我的神品血脉，自以为手握至高血脉便能掌控一切。可你万万想不到，你视若珍宝的神品血脉，如今反倒成了继承武帝传承的致命枷锁。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废物终究是废物，我今日只要碾杀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庶子放肆，竟敢斩杀我国13皇子！今日我便要取你性命，灭你宗门！好得很，都给我上！放肆！此地乃是我苍云国地界，林清玄殒命秘境，假是试炼对决所致，岂能容你神龙国之人在此肆意寻仇，搅乱地界规矩？真当我苍云国无人不成？哼！我们走。小友年纪轻轻便有这般造化，实属难得。日后在苍云国境内，尽可安心行事。秘境之事已了，老夫还有要务在身，便先行告辞。皇甫龙尘，身为家族长辈，暗中指使族人皇甫烈在伽罗秘境肆意妄为，搅乱试炼，残害同门，罪责深重。即日起，废除皇甫龙城族内职权，皇甫全族逐出轩辕剑派，永世不得再入山门。陈凡于伽罗秘境力挫强敌，夺得武帝传承，为我轩辕剑派正得无上荣光。心性与实力皆为同辈翘楚，现正式册封陈凡为轩辕剑派新任圣子。恭贺圣子！如今你已是轩辕剑派圣子，又得了武帝传承，我这师傅怕是教不了你了。其实，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当你的徒弟。是吗？原来你一直不愿意。因为我想当的不是你的徒弟。从那天在山洞里开始，
就不是了。你说什么？那天在山洞里救你的人，是我。是你？那时候我只是个废品血脉，连自己都护不住，拿什么对你负责？现在我有这个资格了。你为什么不早说？